Hello， 铁子们、宝子们，大家好，我是开水，我们又见面了。正如大家看到的，我的房子也开工了，光是挖土和拼地皮都花了2天多的时间。这里的土一半岩石，一半沙土，沙土的地方还比较轻松，有岩石的地方就比较硬，需要用到电镐。挖土也不是想象中都有着双重的考验。地皮拼好之后，我们就开始进行规则固态长方体的空间移动，俗称搬砖。相对而言，搬砖就没有太多的技术性可言了，你能搬多少砖，完全取决于你中午吃了几碗饭。哇，视频里面的小伙子竟然搬了1、2、3、4、5、6、7、8、9、10，他竟然包了10块砖呀！接下来就是开水的技术首秀，除了技术不咋地，其他还是没什么问题。五哥看了看我挂的砖，热情地把我请到了一边，然后亲自上场。那我就溜达溜达，带大家看一看我们农场其他项目的施工进度。杰克的房子进度非常快啊，不但整体结构已经完成，而且已经做好了防水和外部碳化。我们看到内部空间也是非常的宽敞，做一个上下铺完全没有问题。到时候杰克睡下铺，肉丝儿睡上铺，对开的2个全景大窗更是让这个房间很敞亮，就很 nice。大熊和小何的双层大别野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施工，几天不见，地台已经完成，开始修建墙面。大熊说这里是2个房间和1条走廊，当我走上来才发现这条走廊竟然比房间还宽敞。老王、老刘、小李他们修建的球形房也完成了构造，刷上清漆，就问你漂不漂亮，想不想拥有。小猪的吊脚楼也有了明显的进度，完成度最高的还是我们多鱼哥的胖居。蓝雨和多鱼哥不但给房子植了长发，甚至还梳了一个中分。我就在想，这个房子他是不是还会打篮球？大家看这个窗户还是可以打开的，我好喜欢这种设计，太棒了，为多鱼哥的手艺点赞。洁癖哥的房子已经完成了内部装饰，配套设施非常齐全，全场最豪华，非他莫属。心灵手巧的五哥甚至还抽空修建了一个多层式花坛，用来种植舍得送给我们的花草，这里以后就叫做舍得花园。这个我们自己砍竹子搭建的鲜花走廊，晚上摇身一变就变成了星光走廊，有想象中的失落。不过自从上次被2哈打服之后，他每天晚上都不敢去1楼睡觉了，真是一物降一物啊。言归正传，我这个房子计划是3面用砖砌墙，前面立木板，然后在里面做框架、钉木板，做原木风格。我们花了2天时间砌好砖墙，花了1天时间把木板立起来。五哥又拿出他的40米大砍刀，削出了弧形。趁着雨还没下下来，赶紧做了1层防水，等天晴后再刷2层防水，这样总不会漏雨了吧？最近又要修房 ，Hello， 铁子们、宝子们，欢迎大家来到开水的霍比特小屋施工现场。戴好安全帽，注意脚下的钉子，里面走，里面看。昨天下午雨停了，五哥把内墙又刷了1层防水，然后请多鱼哥把地面的水泥也打了。今天就为封顶做准备工作，先把横梁木头上的树皮刮掉，防止生虫或者脱落。我们一直秉承劳逸结合的理念，绝不是偷懒啊！看其他项目的施工进度。这是纳肉哥的吊脚楼，想必大家都知道了。他的吊脚楼因为结构问题要拆了重做，看到他用铁丝绑柱子，这操作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然后他发动超能力，直接找了一个木工师傅帮他修，不愧是专业人士，1天时间都快完工了。好消息，好消息，我们的开放式厨房也动工了，终于动工了。以后我们的美食号就可以在这里进行制作和拍。Hello， 铁子们、宝子们，欢迎来到向前生态农场，我是开水。昨天晚上下大雨，早上起来就听见他们说五哥的房子被水泡了，带着沉痛的心情来到现场。五哥说木板都浮起来了，是因为水塔里面的水满出来，全部都流到了房子里面。我突然想起来前2天停水，好像是我把水塔打开忘记关了啊！五哥，我真不是故意的，你听我狡辩啊！现在就只能等我的房子修好之后，一起把后面的水沟修好。由于这2天一直在下雨，我的房子也没办法封顶，天公不作美啊！对了，有没有朋友知道我门前的这条沟是干嘛的？可以在评论区发表一下自己的想法。我们来看一看农场这2天都有哪些变化。纳肉哥的房子进度好快，屋顶都盖好了，
个人觉得这个屋顶有一点点的违和感哈。不过独立的洗漱间惊艳到我了，杰克把他的女巫房刷成了全黑，少了一份沧桑，多了一份神秘感。他竟然给房子装了一把智能锁，到时候是不是只需要站在门口喊一声巴拉巴拉小魔仙乌拉乌拉芝麻开门，门就开了。来自广州的光明大同也开始修建他的小洋楼。大同不但会 CAD 制图，而且还是专业造价师，农场的人才真是越来越多了。叫你妈你好。大家发现了吗？普通人搬木头都是扛在肩上，但是洁癖哥绝对不会让这些木头碰到他的白衣服。今天我们再次使用流水线作业的方式搬运了一车鹅卵石。总有人说我们是非洲人干活模式，我在此郑重声明一下，我们不是非洲模式，我们是正儿八经的摸鱼队。试问，在其他地方你能感受到这么多人集体摸鱼的快乐吗？这些鹅卵石和之前的石材都是用来建造这个中心花园的。在这个耕种的季节，我们又要开始忙碌了。每次看到这个皮卡丘，我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一个声音。五哥这2天又接了一个大工程，他要先把农场的主道路以及花坛修建出来，所以我的霍比特小屋要延期2天了。说到修建花园和花坛，大家的工作积极性还是非常高的。你看，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球形房内部的软装已经完工了，我原本以为这个白色的墙面还要再加一层装饰，没想到现在是这个丑样子，哎。大同这个技术大佬依然在修建他的木屋小洋楼，每一个步骤都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哟。大雄因为家里有事回去了，所以他的房子现在也是处于停工的状态。大雄这个位置选得非常不错，周围绿树环绕，青山绿水很漂亮。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开水。开工了，终于开工了，我的霍比特小屋终于又开工了。最近的天气特别反常，过一天夏天，马上又回到了冬天。棉袄还没有穿暖和，天又热了，这操作颜色把人整神。因为我这2天就是白天穿短袖，晚上穿羽绒服。趁着这2天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加紧把房顶盖了，然后做了防水。五哥的房子前2天不是又进水了吗？他这2天花坛也没心情修了，一直在加固他的房子，赶着下雨前把后面的水沟也要做好。所以这2天我的房子都是老王在帮我盖顶，还有做防水。该说不说，老王做事确实有2把刷子，虽然毛不多，但是动作麻利不拖沓。老王在没意外。这个房子虽然小小的，只有10多个平方，但是制作工序还是挺麻烦的。对，你想要多少？开放式厨房也在紧锣密鼓的制作当中。这个顶我们依旧采用农场的传统手艺，用竹编的方式制作出来。把顶编织好之后，中间这一层龙骨会把它拆掉。大雄可能是听到大哥说，要是他再不回来，就把他的房子回收重新分配。他马不停蹄的赶回来，甚至连打摩的的钱都还是月亮姐姐帮他支付的，不知道有没有还给月亮姐姐。经过几天共同的努力，中心花园还有鹅卵石小路已经完成了一部分，看起来非常的 nice。前2天大卫和大哥不是干了一架吗？不出意外的话，就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他把腰扭到了。然后他找我们的理疗师林妹妹。Ladies and gentlemen， 父老乡亲们，欢迎来到向前生态农场，我是开水。又到了我们云监工的时间。如果昨天没有停水，今天都已经贴好地砖了。今天我们把房子内部的防水又做了一遍，围房子的包边打磨出来了。下午有空把
房子后面的土田上，等明天房。and gentlemen， 父老乡亲们，欢迎来到向前生态农场，我是开水。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霍比特小屋的施工现场。本来地板砖前天就应该完工了，但是老王对大哥的恋恋不舍，导致他和老刘推杯换盏到深夜，第二天躺了一天才缓过神。老王在安装地板的时候，我帮不上什么忙，我就去房子后面把地沟的土填了。再把土夯实，然后用砖砌一条水沟，这样即使有水也不会渗到房子里面。五哥依然在修建鹅卵石梯步，这种梯步比平路难度高很多，所以进度比较慢。小花园旁边的鹅卵石小道，我们依旧采用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模式，再有2天就完工了。樊前姑的房子请了专业外援，进度果然不一样，室内已经成型了，再修5天应该也可以完工。强哥这边的房子整体已经完工，接下来就是装修。旁边林妹妹和小曼的房子也在紧锣密鼓的修建中。流石山的水井深度来到了5米左右，依然还没有出水。再往下挖就一定要注意好安全措施了。小猪的房子已经搭建好了主框架，不过感觉这个是不是有点太高了？这里是有点孤单寂寞的光明大同，他把晚上干活当成一种消遣，我对他这个房子抱有很大的期待值。另一个加班选手就是大熊，自从他回农场以后，每天都 Ladies and gentlemen， 父老乡亲们，欢迎来到向前生态农场，我是开水。经过几天的辛苦奋战，我们终于把霍比特小屋的木板铺完了，电路也已经铺设好了。遇到棘手的问题就是这2个窗户，长方形那一个还可以大力出奇迹。我和五哥、老王3个人轮流上阵，强行把它锯开。圆形这一个全是弧度，就只能一点一点的磨，真切的感受到什么叫做皇天不负苦心人，真的是一点一点磨出来的。小猪这个房子越盖越像一个大凉棚，我那天也就随口一说，没想到它真的变成了开放式厨房的一部分。我们要把它打造成一个休闲的区域。想象一下，在这个大棚里面，我们吃着火锅，唱着歌，看着下面舞台上蹦迪的人群，岂不美哉 ？Ladies and gentlemen， 父老乡亲们，欢迎来到向前生态农场，我是开水。1日不见，如隔3秋，你们有没有想我呀？断更的这段时间，我的霍比特小屋经过内部的打磨，制作家具已经入住进去了。从山上找了一些藤蔓，把窗户装饰一下，成品是这样的，是不是有种童话世界的感觉？这个树根去年冬天我就已经打磨好了，一直想把它做成一个摆件。它的内部已经被腐蚀空了，侧面看起来就像一个鹿头，不得不佩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能把一个树根雕刻成一个工艺品。简单处理一下，把灯装进去，是不是很有神韵？夜晚的效果是这样的。花了2天时间把门口的小花园打理出来，我的房子就算完全竣工了。一起欣赏一下这小桥流水人家。Ladies and gentlemen， 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开水。老房改造第2集，今天我们清理院子和屋檐。这个网是以前围起来养鸡养鸭用的，整理一下拿给隔壁的婆婆。老房子这边木材实在太多了，我告诉婆婆，如果需要柴火的话，随时过来拿，这样我就有机会去婆婆家蹭饭了。我真是一个大聪明啊！长期没人打理的院子，杂草已经有半人高了。草丛里藏着一棵栀子花，这棵花树很多年了，以前每年都会开很多花。用石头撑起树干，让它慢慢站起来。
水老房改造第4集，今天我们打扫客厅。我们四川本地这边把客厅叫做桃屋，为什么叫桃屋呢？桃就是大的意思，桃屋的意思就是家中最大的空间，也叫做大屋，所以也叫桃屋。四川以外还有没有把客厅叫做其他名称的呢？四川也像很多地方一样，会在客厅摆放一张八仙桌，另外也会有一个神龛，用来供奉祖先或者神灵。客厅作为最大的房间，是承载了我们很多童年回忆的，比如挨打基本上都是在客厅。这个东西是不是全国统一叫风车？它是用来分离谷物的壳肉，比如把初加工过的小麦从上面漏斗状的位置倒进去，转动中间的扇片，吹风就可以把麦壳吹出去，麦粒就从上面漏出来。现在脱壳的机器都能分离得很干净，所以说很少用到。
出现了几个不同的说法，比如堂屋、踏屋。那厨房除了四川这边叫灶屋之外，还有其他名称吗？我们这边农村的房子基本上都是中间客厅，客厅两边各一个房间，最边上就是厨房跟猪圈，还有厕所。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趴在围栏上面看我妈喂猪，结果趴得太低，直接一下掉到猪圈里面去了。